3方人马，楚风是最快赶回来的，毕竟有者神秘男子跟随的他，论速度和实力，可谓无人能及。而没过几日，青龙道人也回来了。拥有秘技青龙极行术的他，虽然修为远不如神秘男子，但速度也是极快。最慢的是姜氏皇朝的人马，虽然皇主带领一干强者亲自出马，但无论是实力还是速度，比之神秘男子和青龙道人，他们都是弱了一大截。不过总体说起来，他们3方的收获都是极为丰硕。不过可惜，财富虽然很多，但却包含太广，真正的修炼资源不过只占了1/3而已。剩下的大多数都是骑兵、珍宝之类的东西，而楚风想要急于冲击天武境，所以便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拿自己所得的骑兵和珍宝等物品，换取青龙道人和姜氏皇主的修炼资源。对于这个提议，青龙道人和姜氏皇主答应是答应了，但却根本没有要楚风的东西，只是将自己的修炼资源全部无条件的交给了楚风。面对姜氏皇主和青龙道人的这般举动，楚风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心怀感激，记下了2人对自己的好。而就在楚风带着大量的修炼资源将要闭关准备修炼之际，张天翼、姜无伤以及姜以你等同辈之人则是与楚风小聚了一场。楚风大哥，虽然我未能见证当日的情景，但是只听我姐的讲述，我已是热血沸腾。我以前只知道你很厉害，但却没觉得你比我强，今日我算是知道，原来你比我强那么多。我姜无伤这辈子没真正的佩服过谁，但我现在是佩服死你了。不管怎么说，身为皇族之人，我还是要感谢你的大队我数万族人的救命之恩。姜无伤重伤出狱，显得精气十足，不过他的目光更多的却打量着楚风身旁的神秘男子，因为他也听说了这神秘男子的强大。无伤兄弟，咱们这关系就不要如此客气了。楚风微微笑道。楚风，听说你此次闭关要突破天武境，天武境可不那么简单便能突破的，当初我可是突破了足足几10次才成功。姜以你温婉地说道。是啊，楚风师弟，天武境的确很难，因为这是一大关，当初的我也突破了20次。张天翼也是开口说道。天翼大哥，你竟然只突破了20次，我可是突破了足足30次才成功。听得张天翼只用了20次便成功突破，姜无伤则是有些吃惊。而对于3人所说，楚风也只是微微一笑。当初紫菱在楚风身旁的时候，楚风曾亲眼见到过紫菱冲击天武境。冲击天武境的确很难，首先要做好足够的准备，不光是身体的，还有心理的，然后才能冲击，并且这一冲击往往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短则几日，多则10几日，甚至几个月，并且失败一次后就会损失之前积蓄的一部分玄力，身体也会受到一些损失，需要相隔一段时间才能继续突破。总之，突破天武境很难，连紫菱那天赐神体的天赋都前后突破了10几次才成功。楚风也知道他面临的挑战有多巨大，他不能失败，因为他积蓄的玄力不能丧失，因为这个量实在是太过巨大了。如果让姜无伤和姜以你知道他突破天武一众的代价乃是一个皇族数千年的财富的话，不知道他们会作何感想。楚风与姜以你、姜无伤、张天翼3人对杯长谈聊了整整1日，从长谈之中也或多或少得到了3人突破的经验。只不过楚风也不知道他们的经验对自己是否有用，毕竟他与这3人完全不同。在用了几日时间调整，将身体恢复至最佳状态之后，楚风便将神秘男子交由青龙道人照看，自己在这姜氏皇朝历代特殊的闭关之所开始了闭关修炼。而这个闭关场所也很有讲究，它是唯有皇主、公主、皇子或者是皇朝的功臣才能闭关的地方。这个地方历史悠久，并且具有特殊的功效，叫做18金龙异象阵。当楚风闭关之后，青龙道人、妖猴王、姜氏皇主以及重伤中苏醒过来的皇朝老祖，以及姜恒元等皇朝高手，张天翼、姜无伤、姜以你等皇朝小辈都聚集在一座高塔之巅，因为这里能够清楚地注视到楚风所闭关的18金龙异象阵。听闻姜氏皇族的18金龙异象阵非常有讲究，只是不知道特殊在哪里。妖猴王看着那与地表平齐的圆形平台，并未看出特殊之处，于是好奇地问道：猴王前辈，我族这18金龙异象阵乃是先祖根据皇族的无上秘技所建，与我姜氏皇族的命脉都有所关联，修炼之地建在地底，但是突破成功后，地表之上便会产生波动，尤其是当有人突破到天武境后，就会有光束自那圆台之内冲天起，而光柱越多，说明此人的潜力与天赋越强。说到此处，姜氏老祖不由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青龙道人，笑道：据说当初青龙前辈突破天武境的时候，也是在这18金龙异象阵，当时可是激起了前所未有的7道光柱，这么厉害。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不由惊呼一声，看向青龙道人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里的人很多都是在那18金龙异象阵突破到天武境的，所以深知7道光柱代表着什么。的确有此事。对于众人那颇为惊叹的目光，青龙的道人抚摸胡须，颇为得意的点了点头。青龙前辈的确厉害，但是这个记录却被我弟弟打破了。在我弟弟突破的时候，可是激起了8道光柱。就在这时，姜以你开口道。听得此话，青龙道人也是不由神色一变，看了一眼姜无伤，不过很快那种怀疑便化为了肯定，因为他发现这个小鬼还真不简单，的确比他年轻的时候要厉害许多。在场的年轻一辈，也唯有张天翼能与他一比。那么，为何叫这里叫做18金龙异象阵呢？突然，张天翼好奇地问道。这是因为
传说当有人能够激起18道光束的时候，光束将化为18条金龙，盘旋天际，呈现异象。那个时候也不只是异象那么简单，我姜氏皇族所有族人的传承血脉也将得到增强。不过这只是传说。说到这里，姜氏老祖先是无奈叹息一声，随后看向姜无伤，说道：“因为至今为止，无伤所激起的8道光柱已是最多的数量，由此可见，18道光柱将有多难，真是期待楚风师弟他会激起几道光柱。”听得姜氏老祖对这18金龙翼象阵的讲解之后，张天翼那的目光则是越发的期待起来。以楚风大哥的天赋，相信超越我的8道光柱不难。姜无伤微笑说道：“那是当然，我兄弟的天赋那可是非常强悍的。我想他若突破10道光柱不在话下。”妖猴王裂开大嘴，满脸得意，可见身为楚风的大哥，他也很是自豪。楚风小友的天赋的确不凡，这一点我等皆是深信不疑。不过恕我直言，天武境可不是那么好突破的。据我所知，楚风小友这是第一次冲击天武境，而第一次冲击成功的几率几乎为0，至少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人能够第一次冲击天武境就成功。就在这时，江恒远却是淡淡的开口了。听得他的话后，许多与楚风关系极好的人不由眉头微皱，投去了不爽的目光。不过别看江恒远的这些话在此刻来说有些不合时宜，但也的确有他的道理。天武这的确是一个很难的关卡，很多人都是突破无数次才能成功，可以说能在几十次突破成功者已是资质极佳之辈。毕竟就连紫菱那天赐神体也用了足足10几次才成功，一次成功的确是人们从未听说过的。难道说我们无法见证楚风小友突破天武的瞬间了吗？老实说，真的很想看看楚风小友突破之时能够激起几道光束。一位皇朝高手略感遗憾地说道。事实上，遗憾的不只是他，所有人都感到遗憾。但尽管如此，却没有人离开此处，而是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下方的18金龙翼象阵。而人们这一等就足足是半日时间。楚风是午时进入，而此刻已是太阳西落，弯月出现，夜色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整个世界。诸位，天色已晚，我劝大家还是先去用膳，然后早些休息吧。毕竟楚风小友就算突破，也不可能这么快。突然，姜氏皇主开口劝道，他早就备好了盛宴来款待众人，但是奈何人们却不想错过楚风突破的时机，始终待在此处，一直到现在，他们所有人还没有吃过饭。突破天武境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算楚风小友真的有希望在第一次冲击便成功，但是起码也要几日的时间。我会命人再次盯着，若是楚风小友真的突破天武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在座的诸位。姜氏老祖也是微笑的劝道。而听得姜氏老祖这样一说，人们尽管不舍，但也是准备动身离去。毕竟姜氏老祖和皇主所说的很对，突破天武那么难，楚风怎么可能这么快便突破？他们在这里苦等，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可就在这时，突然一声闷响传来，紧随其后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突然从众人的身后散发开来。回头观望，所有人都是不由大惊，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自那异象阵的边缘处，已有一道璀璨无比的金色光柱冲天起，直入云霄，突破了。这一刻，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吃惊不已。因为这样的光柱已经代表了一切，那就是楚风突破了。不仅是在第一次冲击天武境的时候便突破，并且还是在短短1日不到的时间内便突破了。而紧随其后，一道又一道粗壮的光柱冲天起，直入云霄，只是眨眼之间，就已有10道光柱树立在人们的眼前。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那张脸上写满了震撼2字。因为眼下冲天的光柱仍在继续，10道光柱绝非是最终的数字，11道、13道、15道、18道。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总共18道冲上云霄，树立在夜空之下，天地之间。18道，足足18道光柱，楚风竟然激起了18道光柱，人们彻底被惊呆了。尤其是姜氏皇朝的人，他们看着那18道耀眼的金色光柱，简直如临梦境一般。因为在姜氏皇朝有一个传说，只要有人能够激起18道光柱，他姜氏皇族所有族人的传承血脉都将得到增强。而如今这传说中的一幕就这样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这真是叫他们感到欣喜若狂，不知如何是好，一时间竟然难以接受，甚至不相信这就是真的。可就在人们沉浸在震惊之中时，18道光柱之中竟然分别传来一声刺耳的龙吼。而当人们被这龙吼惊醒之时，发现18道光柱竟然开始变化，本是贯穿天地，但眼下正在以天空为中心急速收缩。当光柱收缩到一定程度之时，竟然涌现出了特殊的弧度，那竟然是龙。18道光柱化做了18条金龙，18条金龙金光璀璨，气势非凡，它们正在虚空奔腾，盘旋在姜氏皇朝的上空。而此时夜色已深，所以18条金龙的光芒更显耀眼，竟然照亮了整座姜氏皇朝。这种情况之下，姜氏皇族的所有族人都被惊动了，他们看着天空中的18条金龙，激动不已，许多人甚至跪地膜拜，因为他们都想到了流传在姜氏皇朝的传说。当18条金龙盘旋天际的异象呈现之时，便是他姜氏皇族蜕变之际。就在姜氏皇族上上下下都沉浸在这如同梦幻一般的喜悦之时，那18条金龙竟然是一声长啸，随后爆炸开来，化作了金色的光点，如同雨水一般，在那阵阵特殊的声音中倾洒而下。怎么会这样？看着那漫天的金色光点，姜氏皇族的人皆是一惊，那本是兴奋无比的面容顿时被一抹惊慌取代。18条金龙尽碎，这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不对，
可是当那金光飘落下之后，竟并没有融入大地，而是开始融入姜氏皇族所有族人的体内。这一刻，姜氏皇族众人的面容再度大变，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与喜悦涌上脸庞，因为他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在这一刻，他们体内的血液在沸腾，在燃烧，他们独有的血脉之力竟然在持续增强。那流传在姜氏皇朝的传说竟是真的。18金龙的异象呈现之际，姜氏皇朝的传承血脉也真的如同传说中一样得到了增强，这让姜氏皇族的族人狂喜不已，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不仅仅代表着个人的天赋增强，而是代表整座姜氏皇族将要崛起。而就在姜氏皇族的众人沉浸在那传承血脉暴涨的喜悦之中时，楚风所在的18金龙翼象阵的内部则是呈现着另外一种奇观。浩瀚的地宫之内，金色、蓝色、紫色3种雷霆化作无数条细小的雷蛇，充斥在这大殿的各处，不断奔腾游走。与此同时，还散发着一种毁天灭地的可怕气息。突然，3种颜色的雷霆开始在那噼里啪啦的声响之中，向地宫的中心掠去，并且急速地融入到一处。而当那恐怖的雷霆彻底消失之际，一道人影也是浮现在这地宫的中心。他浓眉大眼，英武不凡，正是楚风。此刻，楚风的双眼之中有着3种雷霆相互交织。当那3种雷霆盘踞成型之际，楚风的气势已是完全不同。天武一重，楚风已然成功地踏入了天武境。只不过此刻他的脸上并非尽是喜悦，也有着一抹遗憾。差一点，只差一点点。我感觉我刚刚好像能够控制那雷霆的力量，并且我已经感受到了他们有多恐怖。若是真的能够为我所用，恐怕只凭借那雷霆的力量，天武境内就没人能与我抗衡。楚风双拳紧握，很是遗憾地说道：“算了，楚风，有些事强求不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没有任何办法。不过这神类明明就是你的，所以我相信你，他的力量早晚都会被你所得到，为你所利用。不要因为这种事儿不平衡。如今你已突破成功天武境，并且只用了1次就成功了，你的领悟力如此之高，应当高兴才是。”淡淡甜甜的笑道：“淡淡，你说的没错，这雷霆的力量似乎随着我的修为增强而变得活跃。就算他不主动为我所用，我日夜参悟，也总有一日会将他们从我的血液中逼迫而出，为我掌控。”不得不说，淡淡的安抚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不过显然，楚风也对自己有着很大的信心。先前，当第3道雷霆紫色雷霆自丹田而出，融入他的血液之际，3种雷霆如同失控一般，一同溢出了楚风的体内。那一刻，楚风能够的清晰从3种雷霆之中感受到恐怖的力量。至于这种力量有多恐怖，比天武9重强者运用骑兵的最强一击还要恐怖得多，所以楚风才断定，若是这雷霆的力量能够为自己所用，凭借着雷霆的力量，天武境内应该没人是他的对手，并且哪怕是3种雷霆，最终还是回到了楚风体内。但楚风却发现，他如今对这3种雷霆的感应越来越清晰了。总有一日，他会参透雷霆的一些奥秘，那个时候，他相信自己就可以运用这种绝无仅有的力量了。以楚风如今的实力，他早就具备了创造武技的能力，但是他没有去那么做，因为越是随着他的修为增长，他越是发现修武一途的浩瀚无边，所以他知道自己还太弱小的可怜。他不会在自己如此弱小的时候去创造一些武技，因为他所创造的武技必然是很强的武技，他从来没有想过去创造一些在初学者眼中很强，但在高手眼中如同垃圾的武技。所以在此之前，他只会去学习前辈的武技，吸收他们的经验。这样下去，总有日他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武技，并且绝对不止是一种，每一种都可惊天动地，被世人所惊叹。而其中一种一定是与他这体内雷霆的奥妙有关。就在楚风沉浸在多未来的遐想之时，德宫的入口突然被打开了。定目望去，只见一大片身影密密麻麻地涌了进来。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是挂着如花开一般的笑容，笑得那叫一个灿烂，并且在那笑容之中，除了喜悦之外，还有着一些特殊的感情。而这些人正是青龙道人、妖猴王、张天翼以及姜氏皇族的众人。楚风，老夫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只不过你小子可是远远超乎了我的预想。不得不说，你让我大吃了一惊啊！青龙道人最先走上前来，满面欣慰地拍了拍楚风的肩膀，可以看出他真的很是高兴。哈哈，楚风，你小子没让本大爷失望，给本大爷长脸了。紧随其后，妖猴王的也是龇牙咧嘴，满面笑意地走了过来。他笑得很是夸张，甚至有些吓人，但这更能说明他此刻的激动。而在这2位之后，姜氏皇族的众人则是以姜氏老祖为首，整整齐齐地走了过来。突然，姜氏老族猛然跪倒在地，与此同时，所有在场的姜氏族人都是整齐地跪下，对着楚风师以叩拜大礼。一道响亮无比，却又是发自肺腑的声音，响彻了整座地宫之中。我等姜氏族人叩谢楚风小友的大恩大德，您对我姜氏皇族的帮助，我姜氏皇族世代后人都会铭记在心，永世不忘。姜前辈，您这是做什么？诸位快快起身，你们这是干嘛？对于这样一幕，楚风则是不由一愣，满脸的不知所措，随后赶忙走上前去，先将姜氏老祖搀扶了起来。楚风大哥，这次你可是帮了我姜氏皇族大忙了。姜无伤走了出来，说话之间，他的眉心一动，一道金灿灿的皇字便出现在额头之上。与此同时，一层层光晕也是萦绕在他的体表之外。无伤兄弟，你的血脉之力又强了几倍不止啊！恭喜恭喜！楚风乃是蓝袍界灵师，自然感觉到了姜无伤血脉之力的增强。
虽然他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也是为江无伤感到开心。楚风大哥，这全部是拜你所赐啊，是你让我的传承血脉之力增强的。江无伤笑道：什么？你说是我？楚风瞳孔一缩，双眼不由变大了几分，微张的嘴巴之中彰显着他此刻的迷茫与吃惊。不只是我江氏皇族的所有人，包括后代，都拜你所赐，传承血脉增强了。江无伤继续笑道：楚风小友，无伤说的没错，这次你的的确确是无意之中帮了我江氏皇族一个大忙啊。江氏老祖也是满面微笑的说道，目光之中满是感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能对我说明一下？楚风既是吃惊又是好奇，将求助的目光扫向众人，他真的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楚风啊，是这样的。见状，青龙道人先是抚摸长须，微微一笑，随后详细的对楚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而楚风也终于知道为何人们这般开心，并且江氏皇族的人会这般对他如此感激。原来是自己突破之时，借助着这18金龙翼象阵的力量，增强了江氏皇族族人的传承血脉。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楚风也很是开心。他开心的不只是江氏皇族变强，他更开心的是他能够激起18道光柱，这让他更有信心，对与那所谓的诛仙群岛抗衡更有了信心。这一夜，江氏皇族大设宴席，举族同庆，所有人都知道了，原来是楚风让江氏皇族的传说实现，使得他们的传承血脉增强。这样一来，本就对楚风感激的人变得更加感激，那些崇拜楚风的人更是疯狂，而那些爱慕楚风的人心动的也更加明显。不得不说，楚风成为了江氏皇族的大恩人，真真正正的大恩人，不仅拯救了他江氏皇族，还将他江氏皇族送上了一条崛起之路。这件事被江氏老祖亲自写在了江氏皇族的族谱之上，他要让世代后人都记住楚风对江氏皇族的大恩大德。在江氏皇族短暂的休息了几日之后，楚风等人便返回了青龙宗。而当青龙宗的人得知青龙宗的开宗祖师青龙道人竟然没死之后，青龙宗上上下下更是狂喜无比，整座青龙宗都洋溢着激动之情。毕竟青龙道人的名头实在太过响亮，简直是九州大陆流传的一个神话，1000年前纵横大陆的第一人，这可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如今这位1000年前便纵横大陆的第一人居然还活着，这叫青龙宗的弟子如何能不激动？不但有楚风这位奇才坐镇，如今还有了青龙道人重掌宗门，这青龙宗显然要无敌于九州大陆。而身为青龙宗的弟子，更可谓是荣幸之极。很快的，青龙道人还活在世，并且重掌宗门的消息便传遍了整座九州大陆。不得不说，这个消息再度的轰动了九州大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青龙宗将要势不可挡的崛起，甚至超越江氏皇朝。毕竟1000年前青龙道人就已那般强悍，何况1000年之后的他，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经过这1000年的时间，青龙道人对修武意图有了很深的领悟，已经多少感悟了武君的气机。于是他回到青龙宗的第一件事是宣告天下，他青龙道人还活着，并且将重掌宗门之主的职位。第二件事便是闭关修炼，他已是准备冲击武君境，这可不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冲击，甚至就连他自己也忘记是第多少次冲击武君了。但是这一次却是他最有信心的一次。不得不说，青龙道人在世的消息影响了九州大陆的所有人，再度掀起了九州各方人物前往青州拜入青龙宗的热潮。甚至一些隐士的修武前辈也是走出山林前往青龙宗，想要在青龙宗谋得一个克卿长老的头衔。而除了这个消息外，还有另外一个消息也很快在九州大陆传开，那便是分别主宰3座大陆的皇族前来攻打江氏皇朝，但却以失败告终。江氏皇朝在青龙宗与界灵公会的帮助下守护住了自己的领土，并且也向世人证明了他们的强大。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界氏族人、元刚宗、火神门等势力都是又惊又恐，毕竟在江氏皇朝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曾向他们发出过求助，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却选择了拒绝。如今江氏皇朝安然无恙，并且还是在他们的大敌界灵公会和青龙宗的帮助下守住了领土。他们自己也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于是他们都准备偷偷溜走，离开九州大陆。只不过还不待他们离开，江氏皇族的人马便分别抵达了这些势力，给予了他们应有的教训。江氏皇族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只是将一些领导者抹杀，并且彻底的掌控了这些势力。从此以后，界氏族人、元刚宗、火神门、逍遥谷、白藏教这些势力虽然还在，但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成为了江氏皇朝的政治傀儡。这一日，距离江氏皇族的危机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楚风突然对妖猴王提出了一件事：什么？你要再去朱雀山脉，重新进入地藏？妖猴王的脸上涌现出了一抹吃惊。地藏发生了变化，白虎山脉、玄武山脉的入口全部被关闭了，就连我青龙山脉的万古坟冢也只剩下了祖师所搭建的地方，降魔咒的区域全部消失不见，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如今唯有朱雀山脉的入口还开启着，我想进入地藏，也只能从那里进入。楚风说道。自从回到青州，他便带着神秘男子去查探了一下其他3个入口，心想青龙道人都能在青龙山脉的入口遇到冰火珠子，那说明其他入口也都有不俗的宝物。那黑衣老者虽然将朱雀山脉入口内的所有宝物掠夺，但其他3个入口他应该不知道，所以楚风的第一想法便是从其他3个入口获得些好处。但是令他万万也想不到的，其他3个入口竟然关闭了，如同从未出现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唯有朱雀山脉的入口还在。这样吗？那一定是有人进入了地藏的深处。
触动了什么？这才使得其他3座入口自动关闭。可究竟是谁呢？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听得楚风的话后，妖猴王思索了起来。思索许久后，他也未能想出一个结果。不过在那猴脸之上的不安则越加明显起来。于是他对楚风说道：“楚风，你绝对不能去。先不说那位破开层层禁制的神秘人究竟还在不在，就算那神秘人已经不在了，地藏内的宝物也定然被他席卷一空。你若要去，想获得收获，就唯有踏入他未能踏入的地方。可是地藏那般凶险，以你的修为擅自进入，这不是找死吗？猴哥放心吧，有他在，相信哪怕是地藏，也未必能困住我。”楚风将目光投向了跟在自己身后，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吃着鸡爪的神秘男子。看着这名神秘男子，妖猴王那血红色的双眼微微一闪，不由得想起了当日在姜氏皇朝上空引发天地变化、散发王者之气的男子。虽然眼前的男子与当日的男子简直判若两人，不可放在一起比较，但是妖猴王还是深深的忌惮于他，因为当初那一幕实在太可怕了。哪怕是至今想起来，他还会感到不安和心慌。他也有所预感，觉得这神秘男子的实力很可能在5军之上。而想到楚风似乎真的已经掌控了这名神秘男子，再想到楚风与紫菱之间的事情，想到楚风迫切变强的心情，他也不再深劝，而是颇显无奈的道：“罢了，你小子想去就去吧，本大爷我管不住你。不过切记，你要小心行事，若是发现不对，立即掉头，切莫强行。地藏太过强大，绝对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哪怕是有他守护于你，你也未必能在那地藏横者走。至于这青龙宗，我会帮你照看的。在青龙前辈出关之前，保证他安然无恙。多谢猴哥，我会小心行事，并且快去快回的。”见妖猴王允许，楚风狂喜不已。有了妖猴王守护自己的亲人，他也就可以安心的去地藏一探了。于是，就在急切心理的蛊惑下，就在当日，楚风便前往了朱雀山脉，再次进入了那地藏之中。此刻，楚风已经进入了地藏之内，重返此处，楚风的内心别有一番滋味。当初进入这里，虽然也是抱着获得机缘、夺得宝藏的心态，但是面对这座5帝强者留下的藏地，他当时也很是不安。但如今不同，有着神秘男子这位绝世强者跟随，楚风有了十足的底气，甚至遇到那位黑衣老者，楚风也未必拒之。此刻，一如当初一样，在楚风的刺激下，神秘男子恢复了往日的雄风，双眼火焰涌动，身后长发飘摆。楚风就在神秘男子的头上，由金色结界包裹，虽身处安全之所，但也同样是气势不凡。前行，所见之物皆给我斩杀！楚风手指前方，高声命道：“遵命。”而男子更是谨遵其命，不敢有丝毫怠慢，意念一动便飞掠而起，如光一般，顺着这无边无际的地藏通道急速前行。男子速度实在太快，只是眨眼间的功夫，便掠过了楚风等人行走过的地带，穿过了那本是封印朱雀复活术的建筑。受死！当神秘男子越过当初楚风与妖猴王退缩的地方没多远，他便突然暴喝一声。他一声暴喝之后，连手都没动过一下，一道恶灵的惨叫便自下方传来。与此同时，下方尘土飞扬，黝黑的地表竟然崩塌一大片，一只庞然大物也是浮现而出，正是一只恶灵。只不过这只恶灵那庞大的身躯，此刻正在化作无数道光束冲天起，随风消散，已然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好厉害！天无九重的恶灵，竟然只是意念转动之间便可抹杀。楚风感到心惊，虽然这么久以来，他早就知道神秘男子强到可怕，但也没想到他能意念之间便抹杀天武者。这在九州大陆神一样的天武境，在他的面前竟然比蝼蚁还脆弱。由此可见境界之差有多巨大。在楚风下了死命令后，神秘男子一路大杀特杀，凡是他所感应到的生物，皆会被他无情斩杀。恶灵一只比一只强大，甚至到了后期出现的已不再是恶灵，甚至有机关巨兽和结界凝聚成的守护者。一路走来，楚风不止惊叹这里的布局以及关押的强大存在，他惊叹的是这地藏的浩瀚，简直就是一个巨大到难以估量的地底世界。与此同时，楚风也很是窃喜。虽说一路走来，他没有看到任何宝藏，只看到了一些防止宝藏的地方，但是他却看到了很多的结界精华，非常之多。从一个小水坑到一个大水坑，慢慢的都是结界精华。这些结界精华定能让楚风再度突破。奇怪，这里的很多禁制明明被破开了，为什么这里的恶灵和守护者们并没有乱套，而是规矩的守在此处？前行的路上，楚风对于这种现象感到迷惑。很简单，威慑力。淡淡甜甜的声音突然响起，威慑力什么意思？楚风不解。当一个人强大到一定的程度，事实上无需设置太多束缚，只是一句话一个命令，就可以束缚一位绝世强者一生一世。不说别人，就说你下面这位，他这么强大，却听从你的指挥，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你吗？淡淡笑着说道。原来如此。这一刻，楚风恍然大悟，神秘男子之所以听从他的，应该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楚风的父亲束缚了神秘男子，而这里的恶灵和守护者之所以会如此规矩听话，那一定是因为这地藏的主人，是地藏的主人让他们惧怕，是地藏的主人让他们不敢违抗命令，哪怕那位已经消失近万年。在此之后，继续前行，一个又一个强大而恐怖的守护者出现在楚风的面前，每一个出场之时都会让楚风心惊肉跳，因为对方实在太过强大，强大到楚风无法不怕，因为只是单纯的气势就已影响到了楚风。可是奈何，就算他们再恐怖再强大，但是却也皆被神秘男子无情斩杀，没有一位能挡下男子一招，更没有一位能接下男子那所谓的焚天烈焰。神秘男子
就如同一位杀神，一路走来，他势不可挡，所向披靡，没有什么能挡得住他一招。这一刻，楚风者10倍男子的恐怖实力所惊叹了，因为男子的强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与此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个问题：神秘男子已是如此利奥的，那么那位将神秘男子束缚之人，楚风的父亲又将何等强大？这一刻，楚风总算明白了，明白自己的天赋为何会超出常人，因为有一个那样强大的父亲。他若是不超过常人，反倒不在情理之中。楚风，我越来越觉得你体内的神类可能也是一种遗传的力量了。突然，蛋蛋开口了，显然他也是因为神秘男子的强大而想到了些什么。蛋蛋，为何这么说？楚风问道。只是直觉，这疯子绝对是武王境的强者，虽然不是武王巅峰，但这个年纪便有这个修为，以势不弱。你父亲能够让他如此惧怕，哪怕是他神志不清之后忘记了自己的所有事，但却唯独没有忘记你父亲所说之话。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不敢忘记你父亲所说之话。而一个能够让武王强者这般模样的人，那将会是何其强大？那样的人物绝非是普通人，他定然掌握着特殊的力量。蛋蛋感叹一番后，又撇嘴说道：“小子，能将本女王的力量封印，关押在你的精神世界，你的背景还真不简单。”楚风明白了蛋蛋的话，蛋蛋要说的意思很明了，要么是楚风的父亲极为强大，要么就是楚风的背景极为强大。但无论怎样，这都说明楚风的身后应该有一个强大的后盾。他本可以成为天之骄子，可是他却想不到这样强大的后盾为何将他放弃？难道真的是遇到了更强的大敌？这个问题，楚风已经想了无数次，但在线索这么少的情况下，他也只是想不出一个结果。这地藏太大了，以他的速度，竟然走了这么久还未到尽头。这地藏的面积远远超过了青州。随着神秘男子的深入，楚风越发的被这地藏的大手笔所折服。这地藏建在地底深处，我们并非平行前进，而是在向下前进。这的确是一个地底世界，大到无法估量。不过也别太过吃惊，地藏虽大，但比之祖藏，简直就是小儿科。蛋蛋调皮的笑道：“祖藏那是什么？”楚风好奇不已。地藏已是如此厉害，那祖藏将会是何模样？西，那东西说出来，怕会吓到你。你还太年轻，有些事还是不告诉你为好。蛋蛋甜甜一笑，便不再解释什么。这种情况下，楚风也颇感无奈，他已经被吊足了胃口。但是蛋蛋不说，他也的确没有办法。但是与此同时，他却也惊叹蛋蛋究竟有多强大，竟然知道这么多事情。被封印之前的他会是怎样的实力？这个疑问在楚风心中盘旋已久。事实上，他也问过蛋蛋，但蛋蛋却拒绝回答。不过单从蛋蛋的阅历来看，他也知道蛋蛋很不简单，并且陈环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蛋蛋从未与人类缔结过契约，也就是说，蛋蛋从未来到过这个世界。他所知道的一切，应该是听其他界灵所说才对。但是不管蛋蛋从何得来的这些事情，楚风都已确定，蛋蛋以前的实力应该很强，甚至比这神秘男子还要强。一路前行，楚风已经习惯了地藏带来的种种惊奇。不得不说，地藏之行让楚风大开眼界，长了不少见识。不过到后来，楚风还是再度吃惊了一次，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由无数只体型巨大的妖兽组成的妖兽族群。巨大的成年妖兽都高达几十米，长达数百米，庞大的身躯比一座宫殿还要大，如同小山一般。最弱的妖兽幼崽都是玄武境，而刚长成的妖兽则是天武境。至于成年的妖兽，则全部都是超越了天武，乃是5军境的妖兽。只不过这个庞大而恐怖的妖兽族群，如今却早已被人毁灭，剩下的只是一具具庞大而干枯的尸体，本源都被吞噬掉了。厉害，这地藏真是了不起，竟然有一只恐怖妖兽族群在这里繁衍生存。楚风吃惊不已，彻底被震撼到了，因为这只妖兽族群实在太厉害了。楚风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妖兽族群生前将是多么可怕的存在。可恶啊，可恶，来晚了一步。这么多妖兽，这么多只拥有特殊血脉的强大妖兽，全部被吞噬了，气死我了！一定是那个黑衣老头干的，一定是他，他可真是捡了天大的便宜了。这么巨大的好处都被他一个人占了。楚风若是遇见那老头，一定让这疯子将那老头斩杀。本女王要炼化光他的本源，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在楚风惊叹于这地藏的大手笔之时，蛋蛋却是咬牙切齿，心疼这么多的本源全部被那黑衣老者一人独占。放心吧，若是遇到那黑衣老者，我一定会让他吐出一部分来给我的。楚风淡然地笑道，眼中涌现出一抹狠色。一路走来，他看到了多少座威严壮观的宫殿，金碧辉煌的高台，那些本都是承载宝物之所。不过可惜，如今那其中所承载的宝物皆是不翼而飞，想都不用想，楚风也知道那些宝物被谁拿走了，定是那黑衣老者。那么多宝物，其中应该也有修炼资源，甚至比骑兵还厉害的武器，所以楚风自然不想错过。若有机会，定要向那黑衣老者讨还一些。楚风，快看那里！突然，蛋蛋开口说道。而听得蛋蛋的话后，楚风也是将目光投向前方。这一看不要紧，楚风顿时面容一变，目瞪口呆，因为此时此刻，在楚风的前方已经不是简单的地底世界，那里竟然有蓝天白云，有高山流水，美到如同梦境一般。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走出了地藏？楚风的第一想法就是可能走出了地藏，因为那远处的景物与这地藏完全不符，简直就是一处世外仙境。不对，可是很快的，楚风便否定了这一想法，因为他知道
他还并没有到达地藏最深处，又怎会走出地藏？再加上一路走来，楚风所得到的经验已很是丰富，所以楚风已然断定，那并非是真实场景，而应该是一场幻想。等等，不要进入那里！发觉不对，楚风赶忙开口说道。而听得楚风的话后，男子也很是听话，迅速的停在了半空，并未继续向那宛如画卷一般的区域飞去。这一刻，楚风开始仔细的观察眼前的场景，然而以他的实力，却根本无法确定那是不是幻象阵。那里山峰陡峭，白云飘飘，既有飞流而下的瀑布，又有排排成型的巨型仙鹤，美轮美奂，难辨真假。你仔细观看，眼前的可是幻象阵。这种情况下，楚风只好问向神秘男子，不管前方有何物，我皆可斩之。然而对于楚风的问题，神秘男子却并未正面回答，反而是冷哼一声，身形一纵，便飞入了那片景色之中。不好，他的意识不清，根本不能完全理解我的话中之意。这一刻，楚风面容一变，他本想让神秘男子以精神力查探一下，毕竟他是金袍界灵师，以他的实力，应该能够辨别这是否是幻象阵，但是却想不到会是这般局面。别慌，不管是不是幻象阵，都要身临其境破之。以这疯子的手段，应该能够破开。何况这是前行的唯一之路，你不破开，根本无法继续前行。淡淡提醒道。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楚风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越是认识到地藏的恐怖，他便越加谨慎。但是眼下的局面，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依仗疯子的自由发挥了。我知焚天烈焰，可炼天下万物。突然，神秘男子一声长啸，顿时这片天地一阵地动山摇。随后他眼中火焰窜动，所看之处，顿时火焰滔天，化作一片火海。无论天上地下，皆开始被这凶猛的烈焰吞噬占据。莫说是青山绿草、河流瀑布，就连空中的浩瀚白云，也无法承受那烈焰的炙热，不是被当场炼化，就是被瞬息蒸发。你是何人，竟敢来此处放肆？可突然之间，一道刺耳的怒吼声音却猛然响起。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楚风不由面容一变，因为他感觉这个声音是如此的熟悉。轰！就在这时，突然一声轰鸣，与一种恐怖的压迫感自身后传来。回头观望，楚风惊愕地发现，一只巨大的白色虎爪迎面而来，那个模样竟与他的白虎攻杀术一模一样，只不过这只虎爪更是栩栩如生，除了散发微微光泽之外，简直与真正的白虎不相上下。哼！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神秘男子则是冷哼一声，随后身躯微微一纵，便将那恐怖的白虎巨爪闪躲开来。天哪，这是……而当躲开的一刻，楚风的瞳孔则是猛然一缩，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那不远处的天空，竟然有着一只庞然大物，那竟然就是白虎攻杀术。只不过这只白虎攻杀术比之楚风当初看到的还要巨大数倍，散发的气息也要恐怖数倍，可以说不在神秘男子之下。白虎，此人你不敌之，还是让等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就在这时，又是一道刺耳的吼叫响起，随后远处天空的火焰竟然撕裂开来，最终熄灭。而当那火焰熄灭之后，又是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它是一只绿色巨龟，但身体上却盘踞着一条狰狞的大蛇，浑身上下萦绕着一层耀眼的光盾，乃是玄武遁甲术，无疑本龙王来也。紧随其后，一条粗壮的青龙出现在天空之上，它浑身云雾萦绕，散发着一代王者的霸气，竟敢擅闯4项束缚阵，真是找死！突然，远处一声刺耳的鸣叫响起，一只红色的美艳巨鸟也是出现，与青龙一同飞了过来。这两位，楚风虽然没有真正的见过，但看着形态，楚风也是知道，他们定然就是青龙极行术和朱雀复活术2种秘籍，4项束缚阵。这果然是个幻象阵，他们并非是真体，全部都是假的。这一刻，淡淡提醒道：“假的吗？那该怎么做？”楚风眉头微皱，虽然明知道是假的，但是这4只巨兽的气息可并非假的，所以他也不敢确定神秘男子是否会是这4只巨兽的对手。我知焚天烈焰，可炼天下万物，谁能挡我？然而就在楚风担心之际，神秘男子确实突然暴喝一声，这一刻，他额头的火焰疤痕竟然开始蠕动，随后开始扩大变化，竟如藤蔓一般爬遍了男子的全身。最主要的是，那疤痕竟然已非肌肤的颜色，而是火红的，就如同铁块被烧红了一样。所以当这样的疤痕萦绕在男子全身之后，男子显得很是狰狞而可怕，但是却也不失霸气。似是感受到了神秘男子的变化，4只巨兽皆是仰天长啸一声，夹带着那独有的秘籍之威，自4个位面向男子围攻而来。敢挡我者，死！然而对于那4只巨兽的恐怖威势，男子不但不惧，反而怒喝一声。而当他这道怒喝响起之际，天地一阵动荡。与此同时，一股他的身体也是开始溢出磅礴的烈焰。这烈焰可不是简单的烈焰，与他之前所用的烈焰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烈焰不但具有生命，并且具有形态，简直就如同烈焰巨兽一般。如果说4种秘籍所幻化的庞大巨兽是一座小山大小，那么这烈焰幻化的巨兽就是一座通天巨峰，在体积上已经完全压制了4只巨兽，并且在力量上，这烈焰巨兽明显也强过4种秘籍，只是瞬息便将4种秘籍吞噬，甚至开始咀嚼。而在这期间，楚风能够清晰地听见4种强大无匹的秘籍竟然开始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在那烈焰巨兽的咀嚼之下，4种秘籍的悲鸣也是越来越淡，最终消散。而在这种情况下，楚风能够清晰地看见这方天地的景物开始变化，如同一幅画卷一般，开始扭曲旋转起来。好厉害！楚风嘴巴微张，目光闪烁，因为他再一次见识到了神秘男子的强大，竟然凭借绝对的力量破掉了如此厉害的幻象阵。
而当四周的天地恢复为原样，那烈焰巨兽重新回到了神秘男子体内之际，楚风也是能够清晰地看清四周的一切。这一刻，楚风的目光最先被前方所吸引，甚至楚风的目光已是开始闪烁不定，脸上的震撼之色浓郁到了极点。因为在他的前方，在这地藏的深处，有着一扇巨大无比的门。这道门高有1000丈，宽也有100丈，当真是巨大无比，仿佛屹立在天地之间。此门为金黄之色，散发着比黄金还要耀眼的金芒，但是它的材质却显然不是黄金那么简单，因为它还散发着无尽坚不可摧，甚至神圣不可侵犯之感。不由自主的，楚风就被那巨大的门锁深深吸引。虽然只是看到了这扇门，但是楚风却仿佛看到了门内的一切。那是一个世界，一个与楚风所见过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一个凡是生灵皆想踏入的世界。这一刻，在楚风的心里衍生出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打开这道门，他要进入那个世界，一定要进入那个世界。小鬼，别看那门。可就在这时，突然一道老者的声音自楚风的下方传来，打破了楚风的念头。听着这个声音，楚风不由一愣，随后赶忙将目光投向下方。而这一看不要紧，楚风的面容顿时大喜，因为在楚风的下方，在那地表之上，有着一道光芒四射的浩瀚大阵。这个浩瀚大阵的4个位面，分别刻画着一只巨兽的图案，而那4只巨兽正是4种秘技的本体形态。在4种秘技的之间，还有着层层锁链，形成了这道如牢笼般的封闭大阵。最主要的是，在这磅礴大阵的中心，有着一名老者，他身穿黑衣，目光如炬，正是那位神秘的黑衣老者。哈哈，原来是他，他被困住了。这才是那4项束缚阵的本体。我知道为什么疯子能够轻易地破开4项束缚阵了，因为4项束缚阵的大部分力量已经用来困住这黑衣老头，所以疯子才能轻易破解。这一刻，还不待楚风说话，蛋蛋便狂喜无比的雀跃欢呼起来，真是寻得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而同样的，楚风也是狂喜无比，因为这位老者的身上可是有着地藏内的许多宝藏，而此刻他又被困在了此处，这简直就是天助楚风。不过虽然内心狂喜，但楚风却也并未立刻对黑衣老者出手，而是装作一副不解的模样，问道：“前辈，为何不可看那道门？”唉，到底是弹丸之地长大的小鬼，哪怕天赋再不凡，也是愚钝之计罢了。就让我提点一下你吧，这里乃是地藏，而那门乃是地门。地门乃是5帝强者亲自打造，不仅仅是坚不可摧的食物，也具有迷惑人心的幻术。你若长时间看着地门，就会被地门的幻象所迷惑，会不由自主的去攻击地门，想要进入地门，但地门岂是那么好开启的？攻击地门只会遭到地威的反噬，最终自取灭亡。黑衣老者提醒道。听到他的话后，楚风眉头微皱，随后问向蛋蛋：“蛋蛋，他所说是真的吗？地门真的这么厉害？”老实说，对于这些我也不是很了解，我只知道地藏凶险，但是对于地藏内的具体关卡却并不了解。毕竟本女王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可以说我也是第一次进入这所谓地藏。蛋蛋小嘴一撅，颇显俏皮的摇了摇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反正只要得到这黑衣老者身上的宝藏，此行就已是极为丰硕，没有必要去那地门。楚风再度看了一眼那金光璀璨的地门，可是却没有在那地门内感受到任何危险，反而依然觉得那地门后方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让他想去开启。而越是这样，楚风越是心生戒备，他越发觉得黑衣老者的话是对的，那地门不简单，会摄人心神，迷惑神智，不要看那门，那门危险。于是楚风赶忙提醒神秘男子，生怕神秘男子中了那地门的诱惑。然而令楚风想不到的是，他的提醒神秘男子宛如听不到一般，反而身形一纵，向那地门急速飞掠而去。糟糕，不好！这一刻楚风恍然大惊，因为男子显然已经受到那地门的诱惑，眼下已经听不进去楚风的劝解。停下，速速给我停下，前方危险，你这样过去会葬送你的性命。看着那急速放大的地门，楚风的声音越来越大声，但是奈何却根本无法阻止神秘男子。然而就在楚风与神秘男子距离那地门还有100万米的距离之际，地门之中突然传来一阵波动，那波动本是无形，但却能够让人清晰地感受得到，仿佛它能翻江倒海，毁灭一切，拥有者毁天灭地之能。地威，莫非这便是地威？这一刻楚风面容大变，因为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在那股无形的气息面前，任凭是谁都难以抵挡。然而令楚风想不到的是，那无形的气息并没有直接席卷他们，而是距离他们10000米的距离之时停滞不前，并且开始变化。无形的气息开始变得有形，被那气息覆盖的地方竟然出现了青天，出现了白云，出现了江河大地。只是眨眼间，浩瀚的地底世界便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不仅如此，那气息竟然还在变化，到了最后，在那片景色之中，竟然延伸出一道金色的光芒。金色的光芒急速放大，最终竟然化作一道人形。他头顶青天，脚踏大地，虽然浑身金芒四射，无法看清面容，但是当这样一道身影出现在面前之时，任凭是谁都不敢怀疑他有多么强大。当一道高大到足以顶天立地的身影挡在身前之际，不论是谁都会被其强大的气势所震慑住。楚风便在此之列，因为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并非是神识，而更像是一道能量体。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道地威。而所谓的地威，便是5帝强者的一道威压罢了。别看只是一道威压，但这道5帝强者留下的威压，却绝对是楚风所见过最强大的存在，比之神秘男子还要强大无数倍。可以说，
二者根本不可相提并论。这便是武帝强者的实力吗？只是一道威压，就可幻化成形，永世不灭，威慑万物。楚风又惊又恐，震撼不已，因为他真的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渺小到如同一粒尘埃，在这帝威的面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不，神识都会灭，何况是帝威？它能存在万年，定与那地门有关。那地门是个宝物，一件真正的宝物。我若没有猜错，那道门很可能是一件帝兵，它的帝威正是依附在那件帝兵之中，所以才会长存不灭。准确的来说，帝兵是与帝威同存的。帝兵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武帝所致，还因为它蕴含武帝独有的力量。蛋蛋解释道。虽说蛋蛋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帝威和帝门，但是他的阅历却比楚风要丰富得多，他知道的也比楚风多得多。哪怕他没有精神力，但只凭借肉眼也能够分析出一些事实。帝兵听得蛋蛋的话后，楚风顿时神情大变，眼中涌现出吃惊的神态。自从得到修罗鬼斧这件认主骑兵之后，楚风曾多次询问过蛋蛋，天下间可还有什么是骑兵还厉害的兵器？而在他多次软磨硬泡之下，蛋蛋也是告知了楚风一些关于兵器的知识。普通的兵器由铁打造，普通人也可造之；稍好的兵器便有特殊的材质打造。但无论是什么材质打造的兵器，在强大的修武者面前都是不堪一击。所以当修武者的修为达到一定程度后，特殊材质打造的兵器已是没有太大作用，唯有集合顶尖强者独有力量的兵器才能发挥出强大的威力。以武军强者的力量打造的兵器便为骑兵，以武王的量打造的兵器乃为王兵，至于由武帝之力量打造的兵器便为帝兵。在九州大陆，骑兵已是宝物，王兵根本没有。至于帝兵，想必在那东方海域都没人拥有。但是眼下竟然出现了一件帝兵，并且就在这九州大陆的青州地底之中，此刻就在自己的眼前，这自然叫楚风吃惊不已，感觉不可思议。哪怕明明知道它具有危险，但也忍不住将目光再度投射过去，重新打量一番，而再度观向那金贵璀璨的地门。楚风发现地门带给他的感觉一如既往的诡异，但却的确强大到无法估量。不得不说，如果说这道地门真的是一件兵器，那么绝对一件杀伤力十足，甚至可以抹杀众生的兵器。于是乎，楚风相信了，他相信了蛋蛋的分析，这件地门很可能不是普通的阵法和禁制，而是一件传说中的帝兵。帝兵在前，楚风多想将它拿到手中，为己所用。不过可惜，哪怕是他自己也知道，现在的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掌握那件帝兵。我知焚天烈焰，可炼万物众生，挡我者死。突然之间，神秘男子却猛然暴喝一声，紧随其后，他身上的火红色疤痕再度闪烁，磅礴的烈焰便自其体内暴涌而出，化作一只凶猛的烈焰巨兽，向那屹立在天地间的帝威攻击而去。不要！见状，楚风赶忙大声喝止，生怕神秘男子激怒那道帝威。但是奈何神秘男子此刻早已彻底被那帝门所诱惑，根本听不进去楚风的话语，全力的催动着烈焰向帝威攻击而去。然而就在那烈焰巨兽即将靠近帝威之际，只见那道天地间的身影探出金芒四溢的大手，猛然一抓，便将那烈焰巨兽握在了掌心。轰的一声，烈焰四射，可是随后又彻底消失。那神秘男子燃烧万物的焚天烈焰竟这样被熄灭了。当那烈焰巨兽被捏爆之际，神秘男子竟然面色一变，大口的鲜血喷洒了出去，显然受到了反噬。与此同时，楚风惊愕地发现，那萦绕在自己四周的金色结界也是开始变淡，眨眼间便彻底消散。好强！这一刻，楚风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帝威强，但也万万没想到，那帝威只是一击便能让神秘男子身受重创。我要宰了你！然而，神秘男子似是并没有搞清眼前的状况，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再度向帝威发动了攻击。楚风快撤，别被这疯子牵连！见状，蛋蛋赶忙提醒道：“真是该死！”而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没有任何办法，只得身形一转，向来时的方向逃遁而去。因为神秘男子已经彻底失控了，那帝威又如此强大，若是神秘男子彻底激怒了帝威，那么不只是神秘男子会死，楚风显然也会遭受牵连。然而这一次，那帝威根本没有抵挡，而是站在原地，身体内发出一道无形波动。当波动与神秘男子的攻击交错之际，便在刺耳的轰鸣中将神秘男子的攻势瓦解。实力太弱，走吧，从哪里来，回那里去。想拿我之遗物，你等不配！突然之间，地门之中竟传来一道充满帝威的声音。这个声音响起，天地未动，但却足以威慑内心，深至灵魂。楚风甚至感觉那个声音就能够将他杀死，让他神识皆亡，飞灰烟灭。不过那个声音却只是提醒，并未动杀意，并且也就在那个声音响起之后，那片美丽的景色以及那屹立在天地间的帝威竟然开始回缩，最终回到了地门之内。那片区域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好险！看到一切恢复如初，楚风不由长舒了一口气，因为这位地藏的主人似并非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人，他并没有选择诛杀楚风等人，反而是决定放楚风等人一条生路。而只要想想先前的恐怖一幕，楚风便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一道帝威已是如此强大，武帝强者又会是多么恐怖？楚风真的是无法想象武帝的真实力量会有多么恐怖，也许一方世界都会被他毁灭吧。这一刻，楚风也终于明白了地藏的凶险，有神秘男子开路都无法通过，就更别提他自己了。不得不说，地藏内的宝物可真不是那么好拿的。然而，就当楚风觉得危机已经消除之际，神秘男子却是双手抱头，仰天长啸起来，并且一边咆哮，他还一边大声说道：“我来自哪里？我来自哪里？我来自哪里？”他的声音异常的响亮，如同万雷齐鸣，隆隆作响。与此同时，
那缠绕在他全身的红色疤痕也是异常明亮，但是他的语调却是充满了恐惧。很是显然，他被吓到了，被那道地威吓到了，吓得已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来自哪？我来自哪？神秘男子的咆哮越来越大声，并且也越来越惊恐，甚至开始捶打自己的脑袋，撕扯自己的头发。任凭楚风如何呼喊，他也是不予理会。这下糟了，神秘男子这样的变化让楚风感到极为不安，因为他觉得这神秘男子好像是真的疯了，如同走火入魔一般。这样下去，他会死。你来自东方海域，名为皇府皓月，是焚天圣教第42代圣子。可就在楚风已然毫无办法、不知所措之际，那位被困在4象束缚阵内的黑衣老者却突然开口了。而听得黑衣老者的话后，那神秘男子竟然神情一变，随后喃喃自语：东方海域、皇府皓月、焚天圣教、42代圣子。此时此刻，神秘男子的面容不但变化，只在一瞬间就闪现出了100多种表情，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突然，神秘男子竟然身形一纵，向楚风的方向飞掠而来，然而却并没有在楚风的身前停下，他速度实在太快，楚风只感觉一阵疾风自身旁掠过，观望之际，男子竟然已是消失在远处。该死！见状，楚风忍不住大骂一声，神秘男子竟然扔下自己独自跑了。若是日后还能找到他也就罢了，若是找不到的话，这可等于他丢掉了一个武王级别的打手，如今又成为了独自一人。他带着武王打手去闯东方海域的梦，显然要就此破碎了。不过楚风并没因此太过郁闷，反而眼中涌现出一抹窃喜，随后身形一动，便飞向了黑衣老者所在的4象束缚阵。因为刚刚黑衣老者知道男子的名字和出处，显然是认识神秘男子。既然黑衣老者认识神秘男子，那么会不会认识自己的父亲，知道自己的身世？不管知不知道，楚风都必须询问一番。这一刻，他本想降落而下，却发现4象束缚阵有着一层威压，以他的实力根本无法落到深处，所以只能悬在半空之中。对黑衣老者问道：前辈，你认识那男子？当然认识，焚天圣教有史以来唯一1位还未继承教主之位，便已超越教主的圣子皇府皓月，我怎会不认识？不过小鬼，你怎么会与那皇府皓月扯上关系？看他的样子已经神志不清，但他之前似乎很听你的话，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黑衣老者笑问道。但与此同时，那双老狐狸一般的眼睛却一直紧紧地凝视着楚风，似是想要看破楚风接下来的谎言。楚风与老者不熟，自然不会告知他与那男子的关系，于是装出一脸苦笑。实不相瞒，我遇到他之前，真不知道他这么强大，因为那时的他身上没有一点修武气息，乃是普通人。我见他在街头被人殴打，看他可怜，便给了他一些银两和食物。可是谁曾想他只吃食物，不会银两，并且一直跟着我。我怕他再受人欺负，便将他带在身边，直到一日我遇强敌，险些丢掉性命，千钧一发之际，他竟突然仰天长啸一声，瞬息抹杀了我的大敌。不但修为尽显，与之前的他更是判若两人，实力滔天，简直是我见所未见。我见他如此之强，便想借他之力来这开启者地藏，但是对于他的身份却一点也不了解，不知前辈能否对晚辈多透露一番？你小子运气还真不错，不过可惜那地门你过不去。至于地门外的其他宝贝吗？全都被我收入了囊中。你此行啊，真可谓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赔了夫人又折兵了。黑衣老者并未回答楚风的问题，而是得意地笑了一笑，似是在取消楚风一般。前辈若是觉得不方便的话，不说也无妨，我日后去那东方海域，自然可以知晓一切。至于我此行是否真的毫无收获，这可就未必了。见状，楚风也不深问，而是将目光投向了4象束缚阵的前方，那里有着一座水池，水池内的水泛着淡淡的光泽，很是奇特。而楚风来到那水池上空之后，二话不说，身形一纵，便掠入其中，随后大口一张，竟然开始狂吞池水。小鬼，你做什么？不要命了不成？我不过是没有告诉你那皇府皓月的事情而已，你也不至于这么想不开啊！别喝了，快上来，老子告诉你还不成吗？见到楚风的举动，黑衣老者则是面容大变，被吓得不轻，因为那水池之中可不是普通的水，而是被视为禁忌之物的结界精华。结界精华蕴含狂暴的力量，接触的话对身体都会造成一些伤害，若是直接吞噬，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